车友 Kevin， 没错，就是你，可以考虑换车了哦。来，你来，试过就知道了。衔接的时候都会有那个半离合，所以感觉很平顺，像在骑这个 CVT 的感觉啊。连退2档。嗨，大家好，我是奈生。我们先来看2025年版本的 XADV。我们来看一下 XADV 它的座高。我身高162，鞋底大概4公分。哦，那你可以看出来，双脚还是着地啦。哦，可是大概只有1/5踩到地面，所以你在前后移动是可以，只是比较辛苦一点，可以啦哦。前后移动，至少我们骑重机最好能够可以前后移动。如果说没办法前后移动的话，那你这个车你会骑起来比较费力。好，我们蹲下来，镜头降下来。好，我们看这个双脚的位置，大概是1/5左右。好，可以双脚着地，可是大概脚尖多一点点而已。那我的鞋底大概有4公分高左右。然后我们再换到后面，哦，大概是这样子，可以着地，可以前后移动，哦，可以前后移动，大概这样子，大概1/5左右的一个着地性。哦，那坐高比较高个3公分，比 Forza 750多个3公分。我们来看 XADV 它的骑姿哈，它骑姿跟 Forza 750有点像，可是又有点差异，因为它比较粗犷，所以它这边的这个覆盖性不会那么大。那可是你该有骑姿，往前踩、往后都 OK。那 XADV 哈，它还可以加装一个叫做越野脚踏，大概在这个位置，所以你可以踩到这后面来。你在过弯之后，或是你在越野的时候，你可以踩在上面，你可以站着骑，因为它会有站着骑的需求。好，有的时候你需要站着骑，那你这个位置的话就偏前。那如果说你是装越野脚踏的话，它就比较刚好位置。好，我们现在来看 XADV 它的把手开关。首先这个是它的刹车，手刹车。哦，因为它没办法直接入档哈，它熄火之后它会退成 N 档，所以它多一个手刹车功能。那这边是它这个熄火开关，这个位置是熄火。哦，可是你要发动之前，你一定要先切过来这个地方，你才办法发动。那你按下去，它就发动了。好，这是它的换挡选择。现在是空档，推一下变 D 档，再推一下变 M 档，跟之前这个 NC750S X 它的这个操作模式是很像的。哦，只是这个按键开关变长不一样而已。现在这个是双闪灯开关，那这个是定速巡航开关。你要先启动定速巡航，才能操作定速。那我们看它这个右把手的前面，一样是6段可以选择的这个拉杆。那原厂就配一个护弓，哦，那你可以加装这个上面这个部分防风罩，哦，避免说那个树枝啊打到你的手。然后再就是电子油门哈，这个新版的电子油门它往回推，还有一格，看得出来吗？往回推还有一格，那这是干嘛嘞？你在定速的时候，你往回推一格可以取消定速。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左手的把手开关。这台车中间就没有这个 USB 的一个插座了，这里没有，那你要自己想办法去安装。好，那这边上面这个是远灯、近灯、pass 灯。哦，那这边是 mode 选择，你可以选择你的驾驶模式。哦，你驾驶模式要选择雨天、一般、Gravel、Sport 或是 User 1、User 2。那这是14方向键，跟以前不一样，缩小很多。还不错，还蛮好按的，容易辨识。那喇叭，Honda喇叭在中间。然后这方向灯开关。那这个比较特殊是定速，往下是设定现在的速度。往上是增加，或是回到上一次的速度。
减速、加速。下面这个是降档，强制降档。你在任何档模式之下按它就会强制降档。那除非你转速太高，它才不会让你降档。那我们看前面，这是强制升档，强制升档，扳机的位置，强制升档。那它的拉杆一样是6段可以选择的拉杆。那这是它的护弓，一样上面可以加装这个防风罩。那它前叉避震器这次有改变。之前是 SFFBP 嘛，这次改成 SFFCA， 那它是软硬可调，是可以调软硬，就你预载可调部分。那这一次它的这个风镜啊，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你要2只手一起转，那现在变成你松开之后，它给你一个这个东西，你可以直接这样子，有个杠杆作用，你可以直接这样往上升。一样5段，1、2、3、4、5段，5段可以选择。那好处是你松开之后，你可以单手操作。那最好还是停下来操作你要在行进中操作，这个安全性要先考量好了，好不好？可以，不是不行。就是给你当参考一下。我们看它风镜这是最低的这一段，2、3、4、5最高段。启动电源，那我们来看SKDV 它的大灯，发动引擎，自动感应白天切成日行灯模式。它大灯目前是近灯、远灯，那双闪灯，近灯会同时亮起，左边、右边方向灯。那 SADV 它大灯跟以前不一样，它现在变投射式鱼眼大灯，一样是左边、右边各2颗，然后变投射式鱼眼大灯，所以夜间的照明亮度应该会比上代更好。开启电源，切换驾驶模式 ，Sport 运动模式 ，Rain 雨天模式 ，Gravel 碎石沙砾模式 ，User One、User Two 自定义模式。龙头开关这边有2个按键，这是开油箱，这是开坐垫。我们现在来看 XADV 它的手套箱，它手套箱空间真的是不大，浅浅的一点点而已，就这样子结束，没有。那它的前叉是41星的大柔力士前叉。17寸的轮圈，钢丝框，无内胎的钢丝框12070 R17的轮胎，后轮是 ProLink 中置多连杆避震器，后轮是15寸16060 R15的轮胎。刚启动预设是 Standard 标准模式，我们切其他模式看看。Rain 雨天模式 ，Gravel 碎石沙砾模式。爱心是 User One 自定义模式。所以刚起步的时候，感觉有那个半离合感觉，它才起步。它起步变成说有个半离合缓冲衔接你这个起步会比较像我们自己在操作离合器的感觉。它在原本我们之前的那个旧版的 DCT 你转速拉太快，它离合器放得也很快，就很像那个弹离合器感觉一样，所以会有一种突兀感。所以我们不自觉的这个 Forza 750跟这个 XADV 的车主不自觉就会起步的时候稍微油门缓一点，那它结合上去才开始灌油门，就慢一拍。那现在的话，它是完全衔接的时候都会有那个半离合，所以感觉很平顺，像在骑这个 CVT 的感觉啊。它换挡的时候也没什么感觉我们之前换挡会有咔咔咔咔那种机械声，现在都不见了。我们把速度再降慢一点。
一档，好。哦，还是有那个换挡咔咔声啊，可是不明显。尤其你大概3档之后就感觉不太到。最主要是它中间有个半离合，让你这个衔接的感觉比较不会有那种换挡顿挫感。之前的 DCT 换挡有点像快排，现在比较像 CVT 呢，换挡没什么感觉。如果说你油门灌比较快它的换挡比较会有那种换挡咔咔的那种感觉。那如果说你换挡换比较慢的时候，其实你感觉不太到。有咔一声。它都有那种拉转，然后转速掉下一点点，然后再完全吹上去感觉，所以有这种半离合感觉。来换那个 Sport Mode 运动模式。所以停红灯的时候，它的风镜还蛮好操作的。连退2档，所以 Power Mode 它的这个引擎刹车还是有，可是不像之前这么突兀的感觉。所以看样子它油图有稍微修正一下，它这个引擎刹车，Power 通常是引擎刹车最重的模式，它的引擎刹车还是比之前旧版的小一些。那在你速度比较低的时候，它的这个引擎刹车更低了，所以它是在有速度的时候引擎刹车比较有，所以我们在山路上使用的时候，应该还是会有这个引擎刹车作用。好，我们等一下稍微再试一下哈。转向比 Forza 750更轻盈灵活。也有人说是车把比较宽的关系，但就算是静止状态之下龙头也是比较轻。就感觉这个你吹油门，感觉真的很像这个 CVT 啊，这种感觉，除了会有换挡哒声这样子，其实你顿挫感其他也帮你处理掉很好。来，我们试一下这个定速设定，回油，取消定速。现在也是连退2档。好，现在定速减，最低人叫50而已，那定速至少要50以上，它才能让你做设定。那这时候还没有的话，可以加吗？不行。今天这影片就到这边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后面是 XADV 排气声浪的影片，我们下次见了，拜拜。